陆建峰身穿外卖服，骑着电瓶车行驶在马路上，行至洛氏科技下车，霸气地扯掉身上外卖服，套上西装，大步流星走进公司大楼。下一个，陆建峰在不在？在。先自我介绍。您好，我叫陆建峰，今年48岁，毕业于越州大学。你等会儿，你48岁啊？啊，是的。哼，对不起，我看错年纪了。继续。我从业20多年，曾经获得过诸多行业大奖。另外，我知道贵公司正在全力发展 AI 项目，这是我。没等陆建峰说完，面试官突然笑起来，打断陆建峰：“你怎么想的呀？你都不看看自己多大年龄吗？”抱歉哈，您先回去等通知吧。谢谢。都这么大年纪了，真以为有公司能要？什么破玩意！现在这年头，谁还用这么老的 U 盘？一股老人味儿。骆新宇和李助理进会议室，面试官和助理立马迎接。面试情况怎么样？有几个还行，您看看。这都是些什么？都出去，浪费时间。唉，找个好工程师怎么这么难？这技术至少领先我们公司5年，快去查，我要他全部资料。是。陆建峰开车回到家楼下，车辆停稳在门前，掏出一支烟，脑海中不停闪回面试官的话：我真的已经老得不中用了吗？可我还不到50啊。陆建峰回到家，将外卖服折好，小心翼翼地藏到沙发后面，摆上2个素菜。此时敲门声响起：你们回来了，饭好了，快回屋吃饭。母子俩黑着脸进屋，刚一坐上餐桌，陆超突然发难，将饭菜掀翻。整天都是这几个菜，吃个屁啊！不吃就不吃，摔什么？吼啥？就这俩菜狗都不吃，为啥不回信息？害我在首饰店差2000买金镯，被店员笑话。我的水果17到底买不买？我可不想毕业聚会还拿破手机丢人。听见没？明天就给儿子买。哑巴了？爸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不会连万把块的手机都舍不得吧？窝囊废，嫁你倒8辈子没？买个手机而已，又不是让你买房买车。够了，我也是人不是畜生，我不想你们吃苦，可你们能不能理解我？不就万把块，至于吗？你知道我送多少单才挣这点钱？我失业2月了，找工作都嫌我老，只能送外卖勉强支撑。别扯那么多了，既然你过得这么难受，那别过了。离，以前看你能挣钱才跟你过，现在一把岁数送外卖丢人，要你有什么用？同学爸都给买房买车，你连手机都买不起，真窝囊。老婆儿子都瞧不上你，我要是你早跳了。原来挣不到钱，连好人都算不上，要离好离。骆新宇一手拿设计图，一手拿电话。妈，我都说了1万遍了，公司现在发展关键期，没时间谈恋爱。李特助急匆匆地来到办公室，我还有事，先不跟你说了。这是陆先生的全部资料，骆总您眼光真好。陆先生以前的业绩十分突出，业内口碑非常好，可惜专利都被前公司吞了，加上年纪太大，竞争力不如以前，才被前公司优化。年纪大怎么了？黄忠60岁跟刘备，姜子牙72岁才出山，更何况他才48，正是干事的年纪。走，跟我一起拜访陆先生。3个年轻人勾肩搭背，拿着话筒开始唱起了《我的好兄弟》，染了小吃摊所有人。朋友的情谊啊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。那些岁月，我们一定会记得。陆建峰桌上堆满了酒瓶，一杯接着一杯下肚。邻桌2个老头感慨不已：年轻真好啊！看着他们，不由得想起咱以前。你还记得咱年轻那会儿啥样不？早就忘喽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是少年游。陆建峰愣愣地看着老头，再看看年轻人。此时年轻人唱完歌，他摇摇晃晃地接过话筒，来首旅行。小老头放伴奏，前奏响起，陆建峰拿起一把吉他，终不似少年游，终不似少年游。年轻陆建峰和教授赵国华在办公室谈话。教授，我拿到1等奖了，这下能顺利申请留学了吧？你的天赋不该局限于此，我已经给你申请了国外顶尖大学的名额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杜红突然闯入，不许走，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办公室，同行拿着一份厚厚的创业计划书劝说陆建峰。老陆，最后劝你一次，咱一起出去干吧。你那么有才华，出去干必成啊。打工能有什么前途？你还能一辈子打工啊？对不住，我家情况真不允许，我老婆花销大，孩子还小，房贷、车贷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，我离不开公司。陆建峰抱着吉他，在场所有人都深受感染。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。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
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遇。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间。看那晚霞盛开在天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以后这漫漫长路，一个人走吧。卧槽，那是越州顶级白富美骆星瑜，我居然见到真人了。此时，骆星瑜迈着长腿，大步流星地走向小吃摊。陆先生，你好。你是谁？骆氏科技骆星瑜，有没有兴趣喝杯酒，认识下？没兴趣。众人震惊，骆星瑜亲自邀请他居然拒绝了。这大叔深藏不露啊！众人议论纷纷。陆剑锋已经打了车离开。这神气什么啊？骆总，您都已经这么放下身段了，他居然敢拒绝？你懂什么？有才华的人都有傲气，而且你不觉得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吗？这个人我要定了啊！骆总，您去哪儿啊？车门关闭，骆星瑜没有回答，迅速跟上出租车，马路追逐。出租车开到陆家老房，陆剑锋摇摇晃晃地下车。哎，你自己能不能行？陆剑锋伸手示意，表示可以，然后拖着沉重的身体来到门口，从腰间掏出钥匙，开门，砰，门推开，陆剑锋摇晃着进屋，打开灯，趔趄几步，扑到沙发上。妈，我好渴，我要喝水。无人回应，陆剑锋惊醒。妈，爸。陆剑锋从沙发翻下来，痛苦流泪，声嘶力竭地发出一声高喊：啊，爸妈，我好想你们，好想。豪车停在门口，骆星瑜拎着酒进门。我成了个没人要的老废物，公司不要我，老婆不要我，连儿子也，我怎么混成了这样啊？错不在你，是他们不懂珍惜。你怎么来了？看你心情不好，陪你喝一杯，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陆剑锋不自信地看了看周围，这好像是我家吧？不重要，能喝酒就行了。来来来，喝痛快。陆剑锋愣了一下，接过酒杯，两人推杯换盏，一杯接一杯，从开始的拘谨到放松，期间有说有笑，两人皆都喝醉，同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谢了，本来心里不痛快，现在好多了。都是哥们，说啥呢？再说我本来也不痛快，你也陪了我。别开玩笑了，你这么年轻漂亮，能有什么不痛快？这世上不痛快才是主旋律，没有人能完完整整过一生，都得掉层皮。来，继续喝。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你喝多了。看不起谁呢？这才哪到哪。骆星瑜刚起来，脚突然一滑，身子前仰，几乎摔倒。骆星瑜倒在陆剑锋上，陆剑锋仰倒，骆星瑜趴在他身上。骆星瑜双颊绯红，眼神迷离，死死地盯着陆剑锋。大叔，你知不知道，其实你身上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，你的长相，你的歌声都很不错呢。啊，你真喝多了。嘘，别说话，吻我。第二天，陆剑锋被厨房的动静吵醒，晕乎乎地走出房门，看到骆星瑜正在煮粥。陆剑锋眼神有些迷离。你醒了，先坐会儿，粥马上就好。很快，骆星瑜捧着粥过来，递给陆剑锋。快吃吧，昨天喝太多了，喝点粥对胃好。陆剑锋抿着嘴，用勺子搅动着粥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喝？喜欢，只是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照顾我了。抱歉，又提到了你的伤心事。没什么，都过去了。关于昨晚的事，那只是个意外，不必太当回事。我是说入职骆氏科技，不过你说了能算吗？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放心，我在骆氏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。陆剑锋郑重点头，站起来伸出手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谢谢你看得起我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相信你。突然，骆星瑜电话响起，骆星瑜投以抱歉的眼神，随即接通电话。喂，妈，我说了不相亲，我现在事业正处于关键时刻。哎呀，我都没见过那个人，你不是乱点鸳鸯谱吗？妈，实话告诉你，其实我已经结婚了。话落，陆剑锋僵在原地。哎呀，过段时间我就把他带回家见你，就这样。我不知道你结婚了，昨天晚上。确实要结婚了，但还没领证，你跟我去领证好不好？啊！摄像师指挥两人笑一个。两人摆出微笑，随着快门声一响，结婚照定格。陆剑锋开着车带着骆星瑜来到骆氏科技。现在结婚都不用户口本了，一张身份证就能搞定，真方便。两人下车，此时路边停在陆剑锋车子前的一辆豪车吸引了陆剑锋的注意力。陆剑锋步入公司，眼神却被路虎死死吸引。你喜欢路虎啊？啊，路虎吗？哪个男人不喜欢？就是170多万，这辈子恐怕很难够得着了。说着走到前面，骆星瑜在后面给助理电话。喂，我停在门口那辆路虎，按照同样的款式再买10辆。来到骆星瑜的豪华办公室，陆剑锋人都傻了。这是你的办公室？是啊，
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你在洛氏集团到底是什么职位？忘了告诉你，我其实就是洛氏集团董事长，有没有很惊喜啊？董事长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那个，我看我还是走吧。哎，你走什么啊？我之前只是知道你年轻漂亮，可没想到我们之间身份差距这么大。那如果我没钱没地位，你会跟我在一起吗？我从没想过要攀荣富贵。那我们这样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啦，你别有压力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先处理一份合同。陆剑锋无奈地坐在沙发上，到处看了看，被一幅油画吸引。陆剑锋观察着油画，这幅油画多少钱？2500，这么便宜？100万。洛心瑜递出合同，看看这个，给你的惊喜。陆剑锋愣愣地接过文件看了看，之后呢，作为我洛心瑜的老公，每年我都会给你1000万。给我钱？什么意思？就是零花钱啊，是不是嫌少？那5000万怎么样？我现在就去改。陆剑锋看了看正在改合同的洛心瑜，推门而出。哎，你走什么啊？陆剑锋气冲冲地来到车边，打开门准备走。洛心瑜急忙追上，关上车门。你干嘛啊？洛心瑜，我每跟你好1年，你就给我付1000万，你包养我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，心疼你。我给你钱还给错了。你可怜我，我都答应给你当工程师，你给我发工资就可以了，凭什么给我1年1000万零花钱？我不需要你的施舍。我们是夫妻，你花一点我的钱怎么了？钱不就是用来花的吗？我花钱来安慰我自己，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品质，有错吗？你别走。放手吧，回去再想一想，你我差距那么大，是不是真的合适在一起？对不起，我刚才想了想，可能是我做的不太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也是第一次谈恋爱，没什么经验，我只是想对你好。陆剑锋被触动，侧过头去，洛心瑜委屈的继续撅嘴，眨巴水灵灵的大眼睛。我不是怪你对我好，只是你瞒着我你的身份，这对我的冲击太大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不再瞒你。说吧，除了这件事，还有没有别的？洛心瑜想了想，按了一下车钥匙，旁边的路虎滴地响了起来。这车你的？哦对了，还有什么？洛心瑜拍手，一排路虎刷的来到2人旁边，排成一队。洛心瑜领着陆剑锋来到公司。说好了，以后别再瞒我了，无论什么事，我们商量着来，夫妻一体，明白吗？知道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那个，我 U 盘忘拿了，回去拿一下。你先进公司吧。也行，正好我还得先开个会，待会儿直接去会议室就行了。走到开门的会议室，李特助守候在门口，见洛心瑜上前。董事长，您失联1晚上，我都担心死了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没事，领了个证。这不是陆剑锋吗？董事长，就是聘用个总工程师而已，您不用牺牲这么大吧？他都快50了呀。50怎么了？我也快40了，年龄不是问题，我只知道我对他挺满意的，这就足够了。好吧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公司总监以上所有高层都已经到了。洛心瑜点头，霸气地走进会议室，镜头一转，来到1楼大厅，陆超和杜洪正说着话。这么说，我干爹周大海其实是我的亲爸。我就说嘛，我跟陆剑锋那老废物一点都不像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当年你爸大海出了点事进去了，我看这个陆剑锋人还不错，也能挣钱，就便宜他了。这些年那废物一直没发现。对了，这个事情啊，你可不能出去乱说。进了洛氏以后好好干，你爸好不容易给你争取到在这实习的机会，别给他丢人。知道了吗？你都提醒1万遍了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儿子真乖，没了陆剑锋拖后腿，咱娘俩以后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妈做的最对的决定就是跟他离婚。母子俩正说着，突然看到大门口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影，定睛一看，发现竟是陆剑锋。陆剑锋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还跟着我们干什么？两人拦住陆剑锋，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们。装，还在装？不就是自己一个人过不下去，一直偷偷跟着我们吗？不是，我来这有正事。你能有什么正事？来这送外卖啊？送外卖？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许到这来送外卖，给我儿子丢脸。他马上要到洛氏科技实习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你们真误会了，我马上也要入职洛氏科技当总工程师。儿子到哪个部门实习，我可以帮忙打声招呼。什么？就你一个臭送外卖的，敢说自己入职洛氏科技，还总工程师？呵，真敢吹牛啊！洛氏科技可是越州排名第1的科技公司，在整个南省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人家能要你这种一无是处、毫无长进的老废物？陆剑锋背对的面红耳赤。陆超，对爸爸放尊重些。我儿子只是实话实说，你无能，废物，这就是现实。好好送你的外卖，别到时候连饭都吃不起，上我们家要饭。你们放心，我就是饿死在外面，也不会到你们那要饭。恰在此时，洛心雨打电话过来，你到哪儿了？
要不要我派人下去接你？不用，我已经到楼下了，马上上去。电话挂断。哟，来电话了，催你这个总工程师上任了。听他吹牛逼，是外卖快要超时了吧？你外卖呢？别给人外卖弄丢了，一个差评一天又白干喽。母子俩大声取笑，陆剑锋闭上眼压了口气，直接走到门禁面前打卡。打卡成功，母子俩震惊。母子俩看着陆剑锋打卡成功，惊讶的对视。他不会来真的吧？不可能，他就是条丧家之犬，被人一脚踹出来了。洛氏科技怎么可能要他？两人正说着，马群突然出现在陆剑锋背后，一只手抓住他。是你啊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上次说的还不够清楚，像你这种老东西，我们公司不要。我劝你想清楚，我是董事长请来的。好啊你居然敢偷我们董事长工牌！来人啊！几个保安出现在马群的示意下，把陆剑锋摁住。陆超和杜红凑过来。马经理，您怎么在这？你是陆超？对，是我。马经理，您还记得我啊？你可是周总的干儿子，我当然得记得。哟，还说你不是来送外卖的，被保安抓了吧？你们认识？他就是我妈那个废物前夫，都净身出户了，还天天跟牛皮糖一样黏着我们。刚刚他还自称是什么总工程师。总工程师？我呸！出去打听打听，哪家科技公司的总工程师超过35岁的？这行吃的是青春饭，老头谁要啊？他上次来面试被我轰出去了，没想到脸皮这么厚，还来。关于我的身份，我劝你最好还是去问问董事长。董事长在开会，哪有时间管你这种垃圾？我想起来了，面试那天董事长也在，工牌就是在那时候偷的吧？好你个陆剑锋，没想到你不止送外卖，还干起了小偷，跟你离婚还真离对了。出去千万别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马经理，像这种人用不着跟他客气，我建议立马扭送治安局，把他关起来。陆剑锋不可置信地看着陆超，失望到了极点。陆超，我可是你爸，你就这么不信我？我爸？你也配？你在说什么混账话？哼，你有钱吗？你有本事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你就不配做我爸？说得好，不愧是我周大海的儿子。这时，周大海大摇大摆地登场。爸，干爹。大海，你来了。周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我干儿子第一天入职，我这个当干爹的当然得到场给他撑撑场了。周总您放心，我保证会好好照顾您干儿子。周大海满意点头。陆超得意地朝陆剑锋看过去。看到没？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。我干爹可是洛氏科技的合作伙伴，而你只是一个靠偷工牌才能进来的臭送外卖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当我爹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这些年来，我忙着赚钱，却忽略了对你的教育，才让你变得这样狼心狗肺。老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教我？一个废物还摆当爹的谱，我最反感你这个样子。陆剑锋脸颊留下火红的掌印。陆超，不要一错再错，你想要什么，爸都能给你。刚才那巴掌就当是我这些年没教好你的惩罚，只要你诚心改过，爸不怪你。哈哈哈，你不怪我，那这样呢？现在怪不怪？陆超，你以前很听话的，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以前你还能赚钱呢，现在怎么变成个小偷了呢？我没有偷，还嘴硬。突然，周大海抓住陆超的胳膊。干爹你，光打脸可不够，这次你就得给他点教训，不然他以后天天来你公司小偷小摸，你觉得你的工作还保得住吗？对，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，干爹，你说怎么办？让他给你下跪磕头，保证再也不打扰你们娘俩，不就行了？你让我给我儿子下跪，你不得好死！闭嘴！谁允许你这么说我干爹？给我跪下！陆超，跪下！保安们再次制服陆剑锋。与此同时，陆剑锋的手机不断响铃声。会议室里，骆新宇给陆剑锋打电话，未接通。奇怪，不是都到了吗？怎么这么久不上来？不好了，董事长，门口出了事，您自己看看吧。敢欺负我男人，找死！都跟我下去！公司走廊，骆新宇走在最前面，李特助跟在一侧，带着公司所有高层，轰轰烈烈地走向楼下。保安们死命地往下摁，陆剑锋却是硬撑着不跪。看不出来，这老废物力气还挺大。杜红，我怎么也是他爹，要亲爹给他下跪是会折寿的。折寿？切满脑子的封建思想。况且，你确定你是小超亲爹？你什么意思？哈哈哈，蠢货，戴了20多年绿帽子，还被蒙在鼓里，我都有点心疼你了。绿毛鬼，爸，你终于肯承认我的身份了。当时我们发生关系的那一夜，你就没有觉得很奇怪吗？原来当年是你在骗我。没错，当时大海出事进去了，我特别想把他的孩子生下来，所以才找到了你。杜红，你这样骗我，良心不会痛吗？你娶我做我儿子的爸是你的福气，要不然就你这德行，能娶到我这么漂亮的老婆？
杜红，我本以为一日夫妻有百日恩情，即便离婚也能各自安好。你们怎么能？切，要不是你自己跟踪我们，也没今天这个事儿。别跟他废话了，摁下磕头。住手！就在陆剑锋即将跪下的前一秒，骆新瑜带着高层们从里面浩浩荡荡地走出来。骆新瑜霸气登场，保安们立刻紧张地站直身体敬礼。董事长，您来了，我正好抓了个小偷，这货胆大包天，竟敢偷您的工牌。你觉得有人敢偷我的东西？我也没想到，这家伙简直是疯了。之前来咱们公司应聘没聘上，估计怀恨在心，偷了您的工牌，不知道想干什么。幸亏发现的及时。周大海领着杜红、陆超上前。没错，骆董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他刚才还用您的工牌装蒜呢，还自称是什么总工程师。我呸！骆董，对这种人可不能轻饶，传出去影响骆氏的名声。骆新瑜冷着脸，一巴掌把马群打倒在地。董事长，您……骆新瑜来到陆剑锋身旁，冷眼扫视一番，眼神停留在陆超身上。你是他儿子吧？这么说自己的父亲？不，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这老废物只是我妈妈的前夫而已。我妈都已经跟他离婚了。骆新瑜看了眼陆剑锋，陆剑锋直摇头。原本我以为，就算你不是我的亲儿子，但毕竟还是有20多年的父子之情。父子之情？你得了吧！就你这么个废物，别跟我再扯关系。好，如你所愿，我陆剑锋与你们母子俩从此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最好是这样，别再像条狗一样缠着我们。陆超、杜红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哦，那看来是我搞错了，你们半点关系都没有。骆董，你大可放心，小超是我的儿子，虽然跟着老废物生活过一段时间，但也算是出淤泥而不染，绝对是骆氏需要的人才。照这么说，倒是个人才。周大海三人满脸喜色，骆新瑜话锋一转。不过现在公司招聘不归我管。骆董您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已经全权交给新来的总工程师，包括招聘业务。总工程师，你觉得呢？欢迎陆总工程师。周大海几人全都震惊，愣在原地。陆总工程师，骆董，你搞错了。肯定搞错了，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，他是个什么德行我一清二楚，他哪有能力成为骆氏的总工程师？他只是一个被原公司扫地出门，只能出去跑外卖的废狗而已。骆董，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啊！聒噪！你凭什么打我？我男人可是周大海，信不信我让他断绝跟你骆氏的一切合作？既如此，骆氏科技跟你周大海所有合作永久取消。别啊，骆董，我跟这蠢女人没有任何关系，您不能断绝我的合作啊，我会破产的。敢欺辱我骆氏总工程师，这就是代价。董事长，我所有资金都投了进去，求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一马。此时，陆超、杜红母子人都傻了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爸怎么跪了？还有那老废物，他真是总工程师？不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肯定认错了。我亲自找的总工程师，你说我认错了？可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那是你瞎了眼。陆剑锋从大学开始就获奖无数，毕业后更是一直在引领行业发展，获得重大科技专利几十项，一人能抵10个上市公司。这不可能，他要是那么厉害，怎么还这么穷？这要问你自己啊！若不是你索取无度，目光短浅，逼着他把专利卖给公司，他现在早已经实现财富自由。不，这绝对是假的，不可能！你跟他在一起20多年，都不知道自己男人的优秀，你说你是不是眼瞎？而他跟陆剑锋相比，不过只是土鸡瓦狗而已。我是狗。杜红不可置信，看看周大海，再看看陆剑锋，无力地倒在了地上。骆新瑜笑了一笑，重新来到陆剑锋身旁。你想怎么处置他们？陆剑锋平静的目光扫视，陆超立马朝他走来，跪了下去。爸，我可是您儿子啊，您怎么舍得处置我？儿子，刚刚你可是说过，我不配做你爸。儿子只是一时糊涂啊，爸。咱们父子俩20多年的感情，哪能是说断就断的？剑锋，之前只是误会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咱们复婚吧，我不闹了，咱们一家3口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陆超呢，以后还是你的儿子。不，我不配，他的亲爸可还在呢。此时，周大海还在磕头。您说那条狗一样的东西，他也配当我爹？我爹只有您一个人，您要是还生气，我给您出气。儿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呸！别叫我儿子，我爸在那呢。哈哈哈，好啊你，陆超，刚才还扒着我，现在转头就……我醒悟了，你滚一边去吧你。爸，您看，我说了，别再叫我爸，你我已经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爸，咱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可我姓陆，我也叫了您20多年的爸爸。所谓生恩没有养恩大，我都记着呢。我一定会很孝顺你，别不要我。是啊，孩子虽然犯了点小错，可他毕竟还小嘛，不是？你当父亲的别那么小气，
跟孩子一般见识。你们这家人的变脸速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陆剑锋，你心眼儿怎么那么小，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你再这样不依不饶，信不信以后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？就是，我和我妈都知道错了。陆剑锋顿时无语，洛心雨走出来，搂住他的胳膊，再也不烦他，那正好。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冷血无情、有眼无珠，这个好男人已经是我的了。结婚了，他们居然结婚了！完了，完了！把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都给我丢出去！保安立刻把几人围起来。我的好媳妇儿，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就在杜红几人绝望之际，王志坤在2个手下的簇拥下霸气登场。王志坤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娶你过门。周总，他是乾坤集团少东家。王总，骆总已经结婚了，还要断我周家合作？什么？谁敢给我戴绿帽子？就是他。哟，这不是被我裁掉的老工程师吗？现在吃起软饭了。废物，还配当总工程师？王总，我建议全面封杀骆氏。我已经嫁给他了，绝不可能离婚，你别做梦了。你们公司的 AI 核心专利在我这儿，如果我全面封杀骆氏 ，AI 核心专利，王总，咱们有些专利过时了，我设计了新方案。老东西，还想搞发明？你有那个技术吗？收拾东西滚蛋！废物怎么不吭声了？众高层面面相觑，面露不满。这是100万，离开他，赶紧减，够你养老了。你就是个消遣。骆总图你啥呀？图你年纪大。陆剑锋弯腰捡卡，洛心雨面露复杂，众人哄笑。这老废物果然……咔嚓一声，陆剑锋掰断银行卡制币。我拒绝，专利的事我来解决。你别逞强，这个专利10年没人能突破。你 U 盘里的这些，就是用我升级过的全新专利设计的最新呀。没有一项技术来自乾坤集团，现在只差一步就能完善好。此话一出，洛心雨无比惊喜，环住陆剑锋的脖梗抱了上去。真的？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好，我信你。王志坤顿时气炸，脸色铁青无比，死死地攥紧了拳头。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说发明了新的 AI 专利。谁不知道，现在大夏所有 AI 项目都是基于乾坤集团的核心专利研发的，没有乾坤集团授权，连最起码的语音助手都做不出来。就是整个大夏那么多顶级科技巨头砸了那么多钱，培养那么多科研团队，都不敢说发明新的。果然无知者无畏。看来还是王总英明，把这个连基础逻辑都不懂的废物赶出去是对的。我的前同事们，一个连基础逻辑都不懂的总工程师，你们真的能服气吗？一时间，骆氏科技的众高层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人心浮动，表情不一。董事长，这确实过于离谱了，咱们不能拿公司的前途开玩笑。不用再说了，我相信他，只要有他在，他绝不会让我输的。再说了，我与他夫妻一体，同进同退，就算输，我也要跟他并肩一起。王志坤气得双目喷火，咬牙切齿。罗新宇，我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。好，到时候骆氏破产，我等你哭着跪下来求我。现在立刻马上封锁骆氏科技一切专利权限。就算一败涂地，我也不会求你。一败涂地，骆新宇，你就这么败坏我们骆家的家业？话音刚落，沈雅丽来到骆新宇面前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胡折腾，不顾公司未来，得罪王总，私自嫁给这么一个老家伙。妈，不是的。不是什么不是？你们今天必须给我离婚。这废物还是这么窝囊，跟面对我时一个样。没骆总撑腰，你就是臭送外卖的，敢对我不敬，跪下磕头道歉。什么？臭送外卖的？你眼睛瞎了？立刻跟他离婚，嫁给王总。恭喜王总，抱得美人归。董事长孝顺，必听老董事长的。骆总就是闹闹，这废物哪比得过王总？少不了你们好处。妈，我不离婚。晚了。即使您是新瑜的母亲，也别在大庭广众下难堪女儿，尊重她的选择。尊重？看他让骆氏毁于一旦吗？你个底层垃圾，能帮他什么？帮他超越乾坤集团，屹立在大夏之巅。大言不惭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再执迷不悟，我们集体请辞。废物软饭吃不长，都来我这儿，工资双倍。你要毁了10几年心血。幸亏我早跟他离婚，骆总怎么就不懂？看这废物还有啥花招？陆剑锋抓住他手，别怕，有我借电脑一用。白费力气，我封了专利权限，你折腾啥？主人愿为您效劳。不可能，权限明明封了。王总，你忘了，你们的专利都是我10年前的作品。骆新宇长出口气，随即来到陆剑锋身边，目光一变，
扫视众人。现在你们还对总工程师的能力有怀疑吗？避开封锁，照样能制作出如此精美智能的 AI 助理。总工程师太强了，董事长，我眼拙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跟着总工程师好好学习。狗屁的双倍工资，我就在洛氏干，什么狗屁乾坤集团，狗都不去。众高层心定，表示臣服。妈，现在你能认可他吗？就凭这，认可个屁！王志坤、剑锋已经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了，不用你乾坤集团的专利，我们照样能研制新的 AI。有新的 AI 技术又怎么样？我乾坤集团是南省第一科技公司，要对付你一个小小的洛氏，办法还多的是。更何况这老废物根本没有研制出新的，他在盗用我司技术。对，他之前是乾坤集团的员工，做到这一点不难。好啊，你陆剑锋，下限越来越低，为了吃软饭什么都敢做，难怪把骆董事长唬得一愣一愣的。你给个解释吧。说我是盗用，证据呢？难道乾坤集团的防护网连一点证据都拿不出来？哼，你敢这么做，肯定是在公司的时候就留了后招。对，现在是拿不出来，你等着，老子很快就查出来，到时候让你蹲进大牢，一辈子也别想出来。那我等你。好了，是不是盗用我不在意，只是光凭这本事想娶我女儿还远远不够。妈，也别说我不给机会，如果1个月之后的科技大会上你能赢乾坤集团，我就同意让你加盟，反之不管用什么手段也会让你消失，你敢赌吗？此话一出，杜红再次来劲。就他那窝囊废，他敢赌个屁！就是刚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盗用了乾坤集团的技术，到了科技大会上就不顶用了。想赢乾坤集团，根本不可能。别说1个月，给他10年、100年，他也做不到。众人纷纷点头。沈雅丽以为陆剑锋不敢，白了他一眼，就要强行带走骆心瑜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你怎么直接答应了？1个月太紧了。好，那就定下了，我等你结果。王总，给我个面子，让他再扑腾1个月怎么样？如果他做不到，我替女儿答应你的要求。好，那就再给他1个月。我们走。王总，等等我。周大海、杜红、陆超也先后跟着追出去。沈雅丽深深看了眼陆剑锋，最后离开。人走后，骆心瑜面色沉重地看向陆剑锋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可这时间太紧了，天神下凡也没用，你不该那么冲动答应的。你要相信，万事皆有可能。话是那么说，可乾坤集团领导南省科技行业20多年，技术成熟且拥有不少核心专利，咱们想在1个月里赢过他们，根本不可能啊！你们不是查过我的资料吗？有没有查到乾坤集团的专利原本都是我的？好像是有，那怎么最后王志坤绕过我，用10万块钱哄杜红卖了，我被迫出售。那可是每年几10亿的专利费，10万就卖了。都过去了，反正那些专利都是10年前的技术，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我早就在更新，就只差最后一步。我需要一些资金和人手。资金、人手交给我，我全力辅助你。王志坤怒气冲冲地回到办公室，4人跟在身后。陆剑锋这个老废物，老子迟早弄死他！办公室里气压极低，4人低着头不敢吱声。这时刘鑫笑盈盈地走进来。王总，何必因为那个垃圾而生气呢？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一个老棺材还妄图挑战乾坤集团，他输定了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乾坤集团的总工程师刘鑫，你确定有把握？那老废物有点邪门，今天绕过我们的专利弄成了。无非是之前忙忘了，没把他管理员权限解除而已。说起来也是我的错。众人恍然大悟，难怪我还以为那老废物真把全新专利弄出来了，他应该做不到吧？王总，你只管放心，连我们整个研发团队都做不到的事，他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做到？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陆剑锋，给老子等着！会议室内，骆心瑜正式任命陆剑锋为总工程师，下面的员工纷纷鼓掌庆祝。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，我们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大家都辛苦一下。事成之后我给你们发红包。谢谢陆总工。距离科技大会还有1天，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在看着陆剑锋快速敲击键盘。随着陆剑锋敲下最后一个按键，电脑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浮空的3D 管家。你好，欢迎来到小鱼的世界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？办公室里先是安静，紧接着所有人振臂高呼：成了，真的成了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真的全面绕开了乾坤集团的专利，并且技术领先至少8年。我们现在的技术不仅在大夏领先，在全球范围都是首屈一指。我们骆氏真的崛起了，这都是陆叔的功劳。员工们簇拥着陆剑锋。行了，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，还没有完全成功，还差最后一点点。此时，骆心瑜和李特助正好到门口。董事长，成功了，您没看错人，我从来没怀疑过他。恭喜你了，陆总工，这次胜利你当居首功。都是大家伙的功劳。话音刚落，门外忽然响起了拍手声。哟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呢？陆超，你来干什么？
嘿嘿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可是既然来了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。都过来吧。洛氏科技的股东集体出现。你们都是洛氏的股东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怎么，我们身为股东，连公司都不能来了？当然不是，我……行了，我们也不废话。听说公司资金已经掏空，还得罪了乾坤集团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骆总，当初大家相信你，跟你一块干，你不能这么坑我们啊！诸位，你们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我们所有股东已经商量好，决定罢免你的董事长之位。什么？你们不能这么做！董事长怕是忘了，我们所有股东的股权加起来超过你的35%，我们有权这么做。还有那个所谓的总工程师，他就是罪魁祸首，必须辞退。这时，陆超得意洋洋地拍起了手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老东西是不是以为自己又行了？可惜啊，咸鱼就是咸鱼，翻了身还是咸鱼。这一切是王志坤干的吧？不错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敢跟王总抢女人，这就是代价。等你没了洛心鱼的庇护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最后恐怕扫大街都没人要了。洛心鱼黑着脸，大步流星地走到陆超面前，一个巴掌狠狠地甩了下去。陆超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咬牙切齿地瞪着洛心鱼。一条恶犬，谁给你的胆子到洛氏乱咬人？就算要罢免我，那也得等董事会上再说。再拖又有什么意义？明眼人都知道你必输无疑。那也得等比了才知道。我洛心鱼从没有提前认输的习惯。好，看在你这么多年对公司的贡献上，就再给你1天时间。明天就是科技大会，如果你输了，不用你们逼宫，我当场辞职走人，并且永久退出科技行业，我的股份全给你们。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董事长别让我们失望。众股东转身离开，洛心鱼狠狠一瞪陆超，陆超灰溜溜地走。宴会厅里，一群西装革履的大佬正在交流。陆剑锋和洛心鱼并肩从门口进入。怎么样？第一次来这种场合，紧张吗？有什么可紧张的？我对咱们的项目有信心。不错，我就喜欢你这种自信满满的样子。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。哟呵，这不是我那个吃软饭的前夫吗？没想到你还真敢来，怎么真有信心能赢乾坤集团？杜红、陆超母子俩表情乖张，挑衅般的拦住二人。怎么哪都有你们？嘿，我儿子现在可是王总的心腹爱将，乾坤集团最年轻的主管。这就是实力，不像某些人一把岁数了，还得靠吃软饭才能上位。可不是嘛，吃软饭，对婚姻不忠诚，还没啥能力。骆总，我劝你一句，还是赶紧跟他离婚，老老实实嫁给王总吧。跟着他啊，迟早倒大霉。我要怎么样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育。你怎么不服？两个狗一样的东西，借你们2个胆，敢动我一下？洛心鱼气场全开，逼得陆超、杜红母子俩像小丑一样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王志坤带着刘鑫前来。媳妇儿，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？你别乱叫，谁是你媳妇？等会儿大会结束，按照咱们的赌约，你不就是我媳妇儿了吗？赌约你不会赢，王总，离我老婆远点。你……王志坤身后，刘鑫走了出来。王总，你别生气，这位就是洛氏科技的总工程师陆建芬吧？说你扬言能全面绕开乾坤集团的科技，并且把所有技术升级。没错，是我。陆总工不能为了面子随意说大话，还是说你压根不明白里面的科技含量？也是，毕竟你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老东西，不理解现在的先进科技也正常。听我一句劝，男人到了一定的岁数，得承认自己没用了，这可不丢人。哦，是吗？我确实比你年长几岁，但要说没用，我可不认。刘总工年纪轻，可是怎么好像还不如年纪大的？看来有没有用不能用年纪定论哦。力气大，不如去工地扛大包，倒也不至于饿死。哈哈哈哈！刘总工说的对，你们注定会一败涂地，提前找个营生也好。你怎么这么确定自己能赢？但凡有点脑子的都知道，这还不明显吗？之前不过是因为他管理员身份没有解除，让他钻了空子，不然你以为就凭这老废物真能绕开封锁？王总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还在嘴硬，难怪把洛心鱼这蠢货哄得一愣一愣。随便谁来都没用，我乾坤集团可是被赵国华赵老看中，日后必定能成为大夏第1科技集团。你如果能迷途知返，我兴许能放你一马哦。赵国华，好熟悉的名字啊！你如果现在投降，我也能放你一马。哈哈，让我跟你投降？笑话，笑话！大家都来看看，这条被我赶出去的没用的老狗，居然开始咬主子了。现场众人围过来，这老东西自以为傍上洛心鱼就目空一切，自以为是，还敢挑战乾坤集团，瞧给他狂的！这个吃软饭的敢挑战乾坤集团？嚯，他哪来的勇气？于总裁给的吗？科技大会正式开始，首先上台的是刘鑫。刘鑫快速敲击电脑，展示公司的核心技术。大屏幕上，一个并不精致的3D 人像出现。你好，小坤在线服务。画面一出，
现场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。太牛了，这个小坤简直跟真人一样。听说小坤已经具备了自主学习的能力，要不了多久，恐怕能代替人工了。这就是乾坤集团实力当真恐怖啊！这种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，都被乾坤集团实现了。群演们的吹捧让王志坤十分受用，得意洋洋地偷瞥洛心瑜。洛心瑜无动于衷。杜红母子再次挑衅：“我看不用比了吧？就乾坤集团展现的这个 AI 助手，放眼大夏都没有能造出第二个的，你拿什么跟人比？你搞了一辈子所谓的科技产业，搞出了什么来？能像人家一样搞出真东西？还想和刘工比，你害不害臊啊？”废物就是嘴硬，其他都软。要是有硬实力，像人家一样，光专利费每年都能挣几十亿。何况这个 AI 助手一出，以后赚的只会更多。母子俩不断攻击，洛心瑜冷眼横扫，哼笑一声：“别人都能说，唯独你不配。”什么？你还不知道，这个技术正是10年前你口中没用的废物陆剑锋创造的，而你为了满足你的高消费，硬逼着他以10万块钱打包卖出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那么蠢？你有，只是你蠢而不自知罢了。不信，自己回去看看合同就知道了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那可是每年几十亿，怎么可能？此时台上，王志坤志得意满，故意挑衅地看着洛心瑜：“洛姐姐，别说那些没用的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王总，你出招吧！我宣布全面封杀洛氏科技。王志坤冷笑一声，向着刘鑫点头示意。刘鑫心领神会，快速敲击键盘，深度学习封杀，智能云分杀，计算机视觉分杀，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，大模型检索，智能系统，图形数据处理，电数据处理。封杀！封杀！封杀！核心专利全被封，洛氏要完。听说洛总为了个老废物拒绝了王总，还立了赌约。跟王总斗就是自寻死路，迟早得妥协。核心技术都封了，还敢上台？想当众出丑，怕输就直说。洛姐姐，后悔还来得及，输了几十亿就打水漂了。我按行情收你公司，够义气吧？王总够意思了，洛总别固执。我们夫妻同进同退，有他在，我无怨无悔。陆剑锋打开笔记本，快速敲击键盘。技术都封锁了，还折腾啥？打字快有啥用？我家狗蹦键盘都快。不对，要成了。不对，不可能，洛心瑜肯定是故意气我。妈，他就是个送外卖的废物，肯定撑不了多久。你说的对，你们自己找死，我等着看你们惨败。不可能，权限明明封了，还没结束。臣服我！绝对不可能！大屏幕上，3D 形象突然对着小坤单手叉腰，冷漠一指：“臣服我！”主人，我的 AI 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王总，你输了。顿时，全场静默，鸦雀无声好半晌，紧接着掀起了山呼海啸般的震动。卧槽卧槽卧槽！小坤直接给跪了，高下立判啊！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绝对不会相信。看来洛氏科技当真要崛起了。别说大夏了，洛氏的 AI 技术只怕在全球范围内都找不到对手。洛心瑜抬头看着陆剑锋和3D 形象，捂着嘴强忍眼泪。旁边的李特助兴奋地发疯：“这技术至少领先整个市场10年，以大夏目前的技术根本做不到。”刘总，你确定吗？我知道了，洛氏科技已经投靠了米国，让米国全资控股，提供技术支持。哼，不然就凭他洛氏1个月内怎么可能研发出这样的技术？此话一出，全场震惊。投靠米国？米国联合西域诸国封锁我大夏科技，可谓大夏科技业死敌。洛氏科技居然投靠死敌，就算做出来又怎么样？我建议联合抵制。对，我能证明，我是陆剑锋前妻，之所以跟他离婚，就是因为发现他暗中跟米国人接触。经过母子俩一煽动，现场群情激愤。米国人封锁大夏科技，又扶持洛氏科技打压乾坤集团，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啊！好啊，我说洛氏科技怎么突然起飞？原来是暗中跟米国勾结上了，这是要毁我大夏科技根基，技术再先进也不能用。抵制，抵制！见现场群情激愤，王志坤再次得意起来。洛心瑜见状冷笑摇头，随后拿出10份专利证明。我早就知道会这样，幸亏我提前准备好了。所谓的勾结米国，纯粹子虚乌有。洛氏科技所有专利100%国产自主，其中半数以上核心技术已经排名世界第1。王志坤脸色铁青，刘鑫低着头，迅速逃到台下。洛心瑜冷着脸来到王志坤面前：“现在你认输了吗？”王志坤表情阴晴不定，最后化作狂笑：“哈哈，就算是真的，又能怎么样？你不认输？输，哈哈哈，输是不存在的。我乾坤集团在南省只手遮天，说一不二。这些专利
就算不是乾坤集团的，依然可以强抢过来。怎么，你又想故技重施？是又怎么样？如果你识相，就把这个专利交出来。如果我说不呢？你没有选择的机会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我依然可以封杀洛氏科技。据我所知，洛氏科技的现金流昨天就断了吧？没有新的资金注入，你们能撑多久？大门轰然打开，洛氏科技的股东再次登场。洛心雨脸色刷的一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很简单，他们现在都是我的人。我不仅可以封杀洛氏，我还可以入主洛氏。他们所有的股权加在一起，正好比你的多。王志坤，你不要脸！要脸有什么用？钱才是王道。现场议论纷纷。虽然挺无耻的，但他说的没错。以乾坤集团在南省的地位，洛氏这回恐怕真要改姓了。不仅如此，据说乾坤集团还得到了赵国华赵老的青睐，有他这位大夏排名第1的院士撑腰，但凡在这个行业混，就翻不出乾坤集团的手掌心。赵国华听着旁边人的话，洛心雨死死地握着拳头。我不甘心，明明我们都赢了。赢？哼！从一开始你就注定了会输。我的洛姐姐，我陪你玩也玩够了，现在立刻马上跟他离婚，跟我走，否则洛氏科技将被大夏范围内全行业封杀，再无翻盘机会。就算这样，我也不会让你如愿。你不负我，我不负你，未来不管如何，我都会跟你一起走。好好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想死，那就给我一起去讨饭，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。全行业封杀洛氏，我要他死。突然大门再度轰然打开，赵国华在众人簇拥之下闪亮登场。你想让谁死？赵老，老师，这就是大夏排名第1的院士赵国华赵老，我没做梦吧？快看他身后，那几个都是福布斯富豪榜的大财主，个个身价都在1000亿以上。都说赵老青睐乾坤集团，以前都是传言，今天坐实了，王总恐怕就是未来的大夏首富了。哈哈，这回算是选对了。我就知道陆建峰那死废物就没有赚大钱的命。咱们可得把王总的大腿抱紧了。不过妈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老头有点眼熟？好像陆建峰以前带到家里过。哎，你别说，好像还真是。想啥呢？以前跟着陆建峰那废物，认识的都是些穷鬼，怎么可能认识这种大人物？王志坤志得意满，立马笑盈盈的迎了过去。赵老，您来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呢？我到门外迎接您去啊。虚头巴脑的一套，不需要。我只是来看看科技大会有没有什么惊喜，确实不虚此行。是，确实有惊喜。我们已经更新了。是你更新的吗？当然了，赵老，放眼南省，有这实力的也就只有乾坤集团。你又是谁？我叫刘星，乾坤集团的总工程师。赵国华冷眼一眯，一巴掌把刘星打倒。赵老，您鞠躬冒刃，一丘之貉。此时正好到杜洪、陆超面前，赵国华朝他们勾手。两人舔着脸上来，赵国华一巴掌一个，把4个人打到一堆，震惊全场。老师，您还是这么直率。老师，敢欺负我的爱徒，他们找打。爱徒。赵国华抬头看着3D 形象，露出满意的表情。好啊好啊，听说你革新了技术，让咱们的 AI 技术领先全世界，干得不错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都是当初老师教的好，你这人还跟以前一样。对了，听说洛氏资金短缺，随手叫了几个小辈来帮帮忙。4名富豪先后站出。华为集团为洛氏注资500亿，小蜜集团为洛氏注资500亿，夏新集团为洛氏注资500亿，龙生时代为洛氏注资500亿。这些够用吧？要是不够，让他们再加。够了，太多了。放开手脚去干吧，孩子们，大夏正是需要你们。王志坤满脸不甘，拉着刘鑫上前。赵老，您别犯糊涂啊！那陆建峰一大把岁数，而且只是本科文凭，他根本担不起您的希望。他不过是一个靠着女人上位的废物而已。投资我们才是正道啊！我的总工程师可是海外归来的高材生。是啊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们也配？赵老，您不能这么自私。我自私？你这个狂妄无能、目光短浅的东西！当初我之所以找上你，就是因为你用的是陆建峰的技术，如果不然，你也配见到我？那技术是我的。我呸！为你赚了几百亿的专利，是你用10万块钱从我弟子手里抢去的。你以为我老头子老眼昏花？不知道。王志坤心虚，坐在地上，双手撑地，不断后移。不是。要不是你愚蠢，把我学生撵出公司，现在的一切确实能属于你。最新的技术，无穷无尽的投资，但这一切因为你的愚蠢失去了。那你这样的人，你不破产谁破产？王志坤立刻跪在赵国华面前哭诉：赵老，求您放我一马，我知道错了。滚开，自作自受，你活该！你们给他拖出去！出来2个手下把王志坤架起来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投入，全都打了水漂。乾坤集团完了，王家完了，哈哈哈，都完了。王志坤被拖走，刘鑫满头是汗，同样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赵老，
我真不知道他是您学生啊！我要是知道，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欺负他。都是王志坤让我做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，赵老。你也给我滚！赵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怕了而已。哼，你这个所谓的海归高材生，不过是个食人牙会的，还敢在我学生面前高高在上，沾沾自喜，跟那王志坤狼狈为奸。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把他拖走。像这种无才无德的小人，不适合这个行业。宣布下去，大夏境内行业封杀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不要啊！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刘鑫被拖走。董事长，咱们赢了，咱们真赢了。我就知道，相信他不会让我失望的。这时，赵国华冷酷的眼神扫过杜红、陆超母子。赵老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赵国华愣了一下，我还没找你麻烦，你让我给你做主。赵老，我委屈啊！你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我委屈大了，我跟陆剑锋20多年的感情啊，他却欺骗我，故意设计我。我现在一把岁数，让我跟儿子以后怎么生活啊？呜呜！妈，儿子，母子俩抱在一起痛哭。陆剑锋忍不住笑了，走上前去。骆新宇一愣，带着李特助跟着上去。我倒是想知道，我如何欺骗你，如何设计你。大家评评理，陆剑锋既然有这么厉害的本事，则那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公司开除，肯定是早就跟骆新宇串通好了。姐妹们，你们说他是不是在骗我？围观众人之中，不少女的纷纷点头。是啊，我都觉得奇怪。而且我跟陆剑锋前脚刚离婚，他跟骆新宇就勾搭在一起了，肯定是早就勾搭上了，不想分我财产，所以隐瞒我。不想分你财产，我可是净身出户，20多年来赚的所有钱在你那。陆剑锋，说这种话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我问心无愧。呸！你一直告诉我你只是普通职员，可你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怎么可能只赚这么点？你一直都在瞒着我。你们大家看看，如果你们的丈夫也这么骗你们，你们是不是也会被骗？现场围观的群众纷纷义愤填膺。这个男人的心机太深了，骗了他20多年啊！像这种人渣，品德败坏，就算产品再好，咱们也不用。咱们一定要联手抵制，把他的丑恶嘴脸发到网上。围观者群情激愤，气得赵国华胡子乱颤。你们，他明显在颠倒黑白啊！就是他陆剑锋在骗我们，什么送外卖肯定也是假的，就是为了抛弃我们母子俩演的戏。你，陆剑锋连忙上前搀扶。这样吧，看在20多年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当之前的事没发生过，复婚吧。复婚不可能。那你就给我20亿，这是我应得的。对，这20亿就当是给我妈的青春损失费，还有欠我的抚养费。你要是不给，我就把事情传到网上，到时候洛氏科技甚至赵家都会受到丑闻影响，亏的只会更多。他们咄咄逼人的样子，气得骆新云撩开衣袖就要决斗，被陆剑锋一把抓住。你真的很无耻。随你怎么说，只要你答应给钱，给了钱我立马就消失。想要钱？没错。陆剑锋一个响亮的耳光扇了过去，杜红被打得晕头转向，捂着脸在地上痛哭。你们都看到了，他对不起我，还打我。天啊，我当初怎么看上了这么个混蛋？当着大家的面还敢动手，平时在家指不定多厉害呢。对，曝光他，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。陆剑锋怒瞪一眼，围观者却突然怂了，纷纷后退。见情况不对，陆超愤怒起来：你敢打我妈？我跟你拼了！陆剑锋一脚踹翻，陆超躺在地上，痛苦的捂肚子。你敢打我？从小到大你都舍不得动我，现在却打我。我知道了，就因为你知道了我不是亲生的，就这么残忍，我好歹也叫了你20多年的父亲啊。陆剑锋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他不是亲生的怎么了？不照样叫了你爸爸20年？你怎么能下手那么重？哦，那你问问他，他有把我当成过父亲吗？你难道忘了之前他是怎么说怎么对我的？原本我以为就算你不是我的亲儿子，但毕竟还是有20多年的父子之情。父子之情？你得了吧，就你这么个废物，别跟我再扯关系。好，如你所愿，我陆剑锋与你们母子俩从此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最好是这样，别再像条狗一样缠着我们。围观者们瞬间炸开了锅。陆剑锋，我和你在一起20多年，你居然要和我一刀两断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人家给你当了20多年的老婆，就算之前出轨了又怎么样？他只是犯了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，又不是不回去。他还不是陪你睡觉，大多数时间都给了你相夫教子，你还想要什么啊？还有儿子不是亲生的就不用心疼了，怎么那么狠的心呢？眼里只有血缘关系，封建思想，这样的人再成功也是社会的祸害，不能买他们家的东西。围观者们七嘴八舌，气得赵国华不断咳嗽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围观者们安静，但是不服。你们这些人颠倒黑白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那你们可知道，陆剑锋20多年前就有出国深造的机会，为了他才留下来。这不是他作为男人该做的吗？狗屁！还有他20多年前用孩子逼陆剑锋结婚，可孩子还不是他的，这也是陆剑锋的错。亲不亲生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他孝顺。孝顺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你们他有多孝顺。洛心瑜跟过来，打开视频录像，播放之前陆超逼迫陆剑锋的画面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孝顺。围观者们这才闭嘴。我警告你们，如果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条像刚才的污蔑、诋毁我，断你们所有人生路。趁着这个机会，陆超和杜红对视一眼，偷偷的跑了出去。终于结束了，这些人脑回路怎么长的？别想那么多了，想想公司以后怎么发展吧，骆董事长。那就看总工程师想怎么做，我都听你的。没想到事业心那么重的董事长，原来还是个恋爱脑啊！洛心瑜害羞的低下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员工突然跑过来：“不好了，公司出事了！”会议室大门推开，陆剑锋、洛心瑜先后进去。会议室里，洛成渊大摇大摆地坐在首席，公司股东从后面鱼贯而入，迅速坐满。洛成渊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明显吗？洛氏科技以后就是我的了，让你过来，只是让你亲眼见证自己下台。什么？现在进行洛心瑜的董事长罢免程序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众股东纷纷举手赞成。凭什么？我刚刚为公司立下大功。妈妈的命令，你也想违抗？洛心瑜满脸不甘，当即给母亲打去电话。喂，妈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只要你一天不跟那老东西离婚，你就回不了洛氏。想清楚，是不是真的要为了他跟洛家决裂？妈，他比你想象的优秀，我们不是说好的，只要能赢乾坤集团就够了。要是还想回洛氏，必须离婚。还有那老东西的总工程师职务也一并撤除。喂，陆剑锋轻柔地抓住他的拳头。好了，我妈太过分了，逼我回去，还想逼我们离婚。我不回去，大不了我重新再造一个洛氏集团。还是回去吧。总工程师的职务我倒是不在乎，但既然我们结婚了，终究还是要得到你爸妈的同意。我们是夫妻，接下来的一切我们一起面对。洛心瑜紧皱着眉头，表情沉重。可是我妈那个人很难搞的。你说过的，我们夫妻一体，同进同退。夫妻一体，同进同退，嘴儿跟抹了蜜一样，难怪把我姐忽悠得一愣一愣的。闭嘴，他是你姐夫。我没有这种垃圾姐夫，他的年纪都够当我爹了，为了这么个老废物，跟家里闹翻，值得吗？我认为值就值，不需要你多嘴。切，我才懒得管你那些屁事儿呢。哦，话说我还得好好感谢你，我的好姐姐，让我能这样名正言顺的接管洛氏科技。放心，我会替你好好管理它的。洛氏科技是我呕心沥血打造出来的，谁也抢不走。还有那2000亿的注资也是冲剑锋才来的，我们一走，他们就会撤资。我提醒你们好好想想。不用了，有我妈妈他们沈家支持，还需要外人的注资吗？我可不像你，明明背靠沈家这座大山，还偏偏要靠自己，简直愚蠢。洛心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不必跟他费那么多话，我们走吧。两人来到洛家别墅，豪华的庄园让陆剑锋显得很紧张。洛心瑜同样紧张，紧紧地挽着陆剑锋，正准备敲门，大门突然从里面打开，2个保安唰的出现，把陆剑锋摁倒在地。洛心瑜瞬间急了，试图推开几个保镖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就算再不满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沈雅丽冷漠地瞥了一眼，朝保镖挥挥手，保镖分开。洛心瑜着急地上前搀扶陆剑锋。我只是小惩大戒，警告他，这就是碰我女儿的下场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是我的丈夫，还是洛氏的大功臣，你不应该这么对他。不应该？大功臣，丈夫？没错。首先，他已经不是你的丈夫了。保镖拿出2本离婚证，甩到陆剑锋和洛心瑜面前。这真是我们的离婚证？这怎么可能？哼，豪门不是那么好攀附的。只要我想，别说离婚证，就算你的死亡通知单也可以轻易开出来。妈，你越来越过分了。放肆！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胆子肥了。洛心瑜怂怂地低下头。陆剑锋，我承认你有几分本事，竟然能赢乾坤集团，但你跟我女儿依然不合适。如果再纠缠我女儿，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妈，当然，只要你保证离开她，永远不再见面，你想要什么条件都可以随便开价钱，女人亦或是别的什么。陆剑锋淡淡地抬起头，看着沈雅丽。你在逼我做选择？是的，你只有2个选择，死或者带着钱和美女回去做富家翁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选吧。洛心瑜死死地咬着下唇，看着男主。妈，
你这一招恩威并济太狠了。剑锋他能选我吗？我倒是希望你能选择后者，只要你平安，总要强些。到底怎么选？赶紧的，别浪费我时间。你选吧，不选我也不会怪你。我妈她真的会对你动手的。陆剑锋微微一笑，点头。好，看吧，我就知道他是个聪明。我选心瑜。原本失落的洛心瑜猛然抬头，又感动又着急，直流眼泪。剑锋，你好傻，你不该选我的。生一何欢死一何惧。当我被杜红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这一生就这样了，没想到遇见了你。虽然只有这短短的1个月，但这却是我最开心、最充实的1个月。如果我走了，你也一定要好好生活。洛心瑜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，感动得不停抽泣。好啊，还在这儿给我演深情是吧？你真以为我不会动你？愣着干嘛？给我把他们给分开！沈雅丽大手一张，2个保镖再次出手，把2人分开，控制住陆剑锋。你要动他，那就连我一起动好了。如果剑锋死了，我就去陪他。哟，还给我来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一套。你觉得用这个威胁我，你威胁得了吗？真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他哪一点配得上你？作为我洛神两家的女儿，你一出生就是天之骄女。现在你不仅拥有顶级学历，更是坐拥洛氏科技这样的100亿财团。既然接受了这些家族的馈赠，你应该像所有的世家之女一样，参加联姻，为家族的昌盛做出贡献。而你呢，居然选择了一个底层到不能再底的垃圾。唉，岁数其实我并不在乎，可他有什么资格跟你的那些联姻对象比较？妈，可能他的条件确实比不上那些豪门大少，但是我们互相相爱，而且和他在一起时，我能感受到快乐和放松。那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还是当钱花？亦或是能当让我洛家更上一层的踏脚石？可能他确实有点小本事，但这些在世家大族面前根本不够看。家族看重的不仅仅是赚钱的本事，还有身份、地位。死了这条心吧，你和他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妈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既然选择了死，那就……保镖压着陆剑锋就要走，洛心瑜无比激动，不要不要！就在这时，爽朗的笑声自门外响起。有什么身份让你们如此高高在上？那他作为我赵国华的传人，算不算身份？赵国华拄着拐杖站在门口，赵国华狠狠地瞪了一眼保镖，放开！保镖们看向沈雅丽，沈雅丽点头示意，保镖放开陆剑锋。赵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我的这个小徒弟命都保不住。哥，骆太太有点狠呐。赵老，这是我的家事，还希望您不要参与。家事？哈哈，忘了告诉你，陆剑锋不仅是我的学生，还是我的关门弟子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所以这家事我参与不得吗？老师，你怎么当我赵国华的徒弟委屈你了？不委屈，不委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好，好，记住，以后有人给你撑腰。沈雅丽开始紧皱眉头。赵老，您铁了心要掺和这事儿。我说了，他是我的徒弟，而他是我徒弟认准的人，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我就问你，我徒弟这层身份总能配得上他了吧？瞧您说的，您德高望重，您的徒弟当然能配得上。那还说什么？老头子，我今天就替2个孩子做一回主，就让他们补办个婚礼，到时候我做证婚人。此话一出，洛心瑜羞涩地低下头。怎么还把头低下头了？怎么不愿意？愿意，我愿意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挑个好日子大办特办。沈雅丽满脸不情愿。就在这时，骆成风和骆国忠从楼上一前一后的出现。老赵，跑到别人家强行定别人家孩子的婚事，你未免有点太霸道了吧？骆成风和骆国忠来到他们面前。未来女婿，你也该进来了吧？王志坤重新容光焕发，大摇大摆地走来。岳父大人，抱歉哈，来晚了。王志坤，他不是疯了吗？骆成风，骆国忠，你们什么意思？什么未来女婿？王志坤走了进来，骆成风满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我要我的孙女嫁给王少。老赵，你有意见？废话，我当然有意见，我意见大了。那跟我无关，我骆家嫁女还不需要外人多嘴。你骆成风，你安敢如此？赵老啊，你已经老了，如果还是10几年前，我骆家或许会卖你个面子，但现在的大夏已经不是当初的大夏。你，陆剑锋急忙搀扶。
赵老莫要生气，气大伤身。你既然已经退居三线，还是回家养老吧。他王志坤就是个无能之辈，根本比不上我徒弟陆剑锋，而且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人。你们真的要把骆新宇推进火坑吗？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只有匹配合适。乾坤集团和王家都已经破产了，他如何匹配？老爷子果然还是退出一线，久矣，还不知道吧？王家背后的势力很强，王家可不比你赵家差，甚至强得多。不可能！不信，打个电话回去问问。赵国华打了个电话回来，面色凝重。老赵，怎么样？还管不管这个事儿了？剑锋，要不然还是算了吧，我可以给你找别家的姑娘，绝不比骆家这个差。此话一出，陆剑锋和骆新宇对视一眼，两人震惊。赵老，这什么情况？对不起了，丫头，恐怕我帮不了你们了。走吧，用不着在这浪费时间。还是赵老识趣，老废物，看到没有，你赢不了我的。赵国华一叹，打算拽走陆剑锋，陆剑锋却用力甩开。剑锋，对不起老师，我说过，我跟他夫妻一体，同进同退，无论如何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弃。剑锋，两人相拥在一起。胡闹，给我把大小姐带走。保镖立刻强行带走骆新宇。与此同时，赵国华叫来手下，两个手下冲进屋里，拖着陆剑锋。房间里乱成一片，喝完的酒瓶、罐子洒落一地。陆剑锋无比颓废地坐在地上，背靠沙发，单手拿着啤酒一饮而尽。因为一个女人就消沉成这样，你还是我那个得意门生吗？太让人失望了。您不明白他对我的意义。我本来以为这一生到此为止，是他犹如给我带来了新生。对不起，徒儿，我也是爱莫能助。老师，您不用说对不起，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事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只是我太没用了。人到洛阳花似锦，偏我来时不逢春，难道我们真的有缘无分？骆新宇正忧愁地看着窗外，沈雅丽轻轻推开门，走过去。滚，不要再劝了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王志坤。不想嫁就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骆新宇迟疑了一下，紧咬着下唇，跟出去。想不想跟骆丫头复婚？陆剑锋眼睛一睁，瞬间清醒大半。房间里乱成一片，喝完的酒瓶、罐子洒落一地。陆剑锋无比颓废地坐在地上，背靠沙发，单手拿着啤酒一饮而尽。因为一个女人就消沉成这样，你还是我那个得意门生吗？太让人失望了。您不明白他对我的意义。我本来以为这一生到此为止，是他犹如给我带来了新生。对不起，徒儿，我也是爱莫能助。老师，您不用说对不起，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事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只是我太没用了。人到洛阳花似锦，偏我来时不逢春，难道我们真的有缘无分？老师，你有办法。赵国华耸耸肩，也是，如果你有办法，白天也不会带我走了。所以你打算放弃了？不，我决定趁夜再闯一次骆家，把他带出来。骆家门楼高大，别墅里层层防护，别说那些保镖和摄像头，就是门口养的几条大狼狗，你都过不去。不管怎样，我一定得闯一闯。不需要，你到这里去，或许有办法。陆剑锋一愣，接过纸条打开。夜色酒吧，机会给你了，能不能把握住，全看你自己个。陆剑锋坐在包厢里，十指交错，不停地急跺脚。突然，大门缓缓推开。新宇，大门推开，一个性感妖娆、风情万种的女郎媚笑着，扭动着性感腰肢，一步步朝陆剑锋走过去。你是谁？谁让你来的？你是陆剑锋吧？是我。那就没错了。你不要你别过来！哎呀！性感女郎整个人趴在陆剑锋怀里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崴了脚了，好痛呀！哥哥能不能帮人家揉揉？你快起来，被人看到不好。哎呀，没人会来的，正人君子呢，这年头很少见了。此时，包厢里性感女郎正打算脱陆剑锋的衣服。此时，包厢外，沈雅丽收回眼神，态度冷漠。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好男人？呵，都是一个德行，管不住裤裆里的东西。不完全见的，他故意这么调戏，剑锋也是在拒绝。这一点小小的考验都经受不住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进了上流社会，以后这样的考验只会更多、更夸张。难道你每个都能忍？骆新宇沉默不说话，眼神再次瞟向门里。别看了，再看都是些恶心画面，死了这条心。跟我走吧。走了一步，骆新宇用力甩开，陆剑锋忽然用力地把他推开。你够了！我本来看你是女的，好言相劝，你还越来越过分。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你不会不行吧？不是不行，而是我已经有了老婆，我很爱她，这辈子都不会背叛她。门外的骆新宇听到这话，再也绷不住，推开门冲进包厢，一个熊扑，与陆剑锋紧紧相拥。陆剑锋虽然很疑惑，
但一看是洛心瑜，就没有拒绝，紧紧搂着她。哼，没眼光，这活干不了。我看这老男人就是个妻管严。门外的沈雅丽和赵国华也跟着进来，赵国华满脸笑意，沈雅丽表情冷漠。陆剑锋拉开洛心瑜，愣愣地看着他们。看吧，我就说我学生不会让你失望，你还非得多考验一次。什么学生？你见过哪个学生头发都白了？那我不管，哪怕头发全白，他也是我的学生，我的孩子。沈雅丽无语，什么情况？刚才是一场考验。没错，好孩子，干得漂亮。Nice。你可不知道，老头子我刚才都紧张得直冒汗啊！就刚才那妖艳货，恐怕连我都做不到，有你那份定力。赵老，你也太夸张了，刚才他都没有怎么施展，能过这关不算什么。你这人就是嘴硬。刚才我分明看到某人长出一口气，只怕你比我都紧张吧。沈雅丽不说话，默认。陆剑锋和洛心瑜对视一眼，两人也都松了口气。行了，剑锋，你通过了你丈母娘的考验，以后她不会再阻止你们了。真的？赵国华点头。慢着，还没完呢。赵国华一阵不爽，气得戳拐杖。你又出尔反尔，刚才我们可是说好了，只要考验过关，你就不再阻止啊。我没说要阻止啊。那你……虽然我同意了，但我同意没用，因为这个家真正说了算的是他爷爷和他爸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沈雅丽，你耍我！陆剑锋连忙搀扶赵国华，扶他去坐下。好了，老师，他不阻止我们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这孩子，哎，谢谢你。当然了，也不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们。什么办法？两人相视一笑。之所以他们强迫你嫁给王志坤，无非是因为王家得到了技术扶持，有机会成为全球第一的新能源车商。什么？王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强的技术扶持了？难怪白天老师态度转变，看来是因为这。赵国华无奈的点头。等等，妈，你的意思该不会是……没错，只要能正面击败王家背后的人，你爸和你爷爷肯定不会再阻止你们。这怎么可能？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怎么样，机会给你了，愿不愿意试试？还是说直接放弃？来到沈雅丽办公室。妈，大半夜的带我们来办公室干嘛？你不会真的要见风造车吧？否则我提出这件事干嘛呢？选择权在你之前，你们意气风发，我想应该不会拒绝吧。好，我答应。别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哪怕只有1/1000的机会，我也得尝试。这机会连1/1000都没有啊！本身造车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别说从头开始，就算是成熟的厂商都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和时间积累，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怎么拼？未战先怯，这不像我女儿的性格。不是我未战先怯，是你在故意针对剑锋，表面答应，其实给他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我跟剑锋找条河跳下去，做一对亡命鸳鸯。见他情绪越来越激动，陆剑锋一把将他搂入怀中，安抚。好了，你妈妈没有诓我们，他们敢这么说，一定不是无的放矢，应该是有所准备。赵国华和沈雅丽丝毫没有着急的样子。你看，我就说这小子明白，而且冷静，这样的人才，你觉得他不行？沈雅丽耸肩，嘴上没有说话，脸上却露出了欣赏之色。既然你这么笃定我们有所准备，那么你猜猜我们准备了什么？需要你做什么？准备了什么说不好，至于需要的，加造车、无人化驾驶是未来的趋势，我想应该是我那些 AI 技术吧。赵国华满意的直点头，洛心瑜恍然大悟。沈雅丽这时终于露出了微笑，缓缓站起身。没错，这些技术正是我欠缺的。原先我有意让心瑜嫁给王志坤，就是因为那些技术。但现在既然有了更好的，我何必再跟他合作？没错，那些技术本身就是为了造车做的升级。看来科技大会您虽然没去，但一直都在关注。而且既然您关注这些，肯定提前已经准备好了平台。妈，你造车了？为什么我都不知道？不正常吗？你都多长时间没有回家看过我了？我之前一直以为你只是家庭妇女而已，没想到。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就是宇雅汽车的幕后老板。宇雅汽车，这几年电车领域排名前几的那个宇雅汽车，你是幕后老板？别以为我们家只有你一个女强人，你以为你的商业基因哪来的？靠你那个昏庸无能的爹！洛心瑜羞愧地低头。对不起妈，我对你的关心太少了。好了，说正事吧。我需要你在3个月之内将你的 AI 技术运用在我的平台。我的新款车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东风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我有信心让这款车成为当世第一。我敢信你，你敢答应吗？确实不容易，但有何不敢？疯子，你们俩都是疯子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你们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别想甩开我，我也要跟你们一起。三人达成一致，
赵国华在旁笑盈盈的直点头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有什么需要的，只管跟老头子说，资金或者技术支持，管够。会议室里，沈雅丽霸气地坐在首座宣布：从今天开始，陆建峰就是我们余雅汽车的总工程师，所有人务必听从陆总工程师安排，谁赞成，谁反对。员工们纷纷举手。大会议室里，屏幕上是汽车测试的画面。此时到了车子最后一项测试，无人驾驶。主人，我将会全程为您操控，直至目的地。请告诉我，主人想去哪里视察呢？通过测试路段。好的，主人，我要发动了。画面中，车子启动，一转眼就通过了测试路段。会议室里，所有人振臂高呼：成功了！陆建峰强忍激动，一只手用力地捂着自己的嘴。成功了！我得立马告诉新宇他们。刚从会议室出来，陆建峰没注意，跟骆成渊撞了一怀。你他妈走路没长眼睛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你。骆成渊满脸都是嫌弃，高傲地抱起双臂。你怎么跑到这来了？我在这上班。上班？怎么被骆氏撵出来？找不到工作，跑这儿当清洁工来了？不是我，这就是认不清现实的下场。还有骆新宇那蠢货，就为了你这么个废物，辛辛苦苦做起来的公司拱手让人，真是可笑。你说我就说我，跟你姐有什么关系？哼，还维护起他来了，你有什么资格？说起来，我还得感谢你。现在我已经完全掌控了骆氏科技，还成为了余雅汽车的合作伙伴，以后带领骆氏科技更上一层楼。能跟余雅汽车合作，是因为你姐的面子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放你娘的屁！骆新宇那蠢货有什么面子？人都已经被关了禁闭，被关了禁闭也不影响他。谁都知道骆氏科技是新宇一手做起来的，你不管耍什么手段也代替不了。不然，你猜余雅汽车为什么叫余雅汽车？骆成渊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起来。你不会想说，鱼是骆新宇的鱼吧？不仅如此，雅呢？雅？难道是我妈？你意思是余雅汽车是我妈和她做的？没错。你简直想笑死我，我简直疯了，才跟你这废物浪费时间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爸和我爷爷准备在新车展览会之后把她嫁出去了。女人老老实实在家相夫教子就行了，商业上的事她可把握不住。骆成渊说完，大摇大摆地准备离开，却发现身前一排排人影。骆成渊抬头，众人齐刷刷地弯腰。我什么时候面子这么大了？总工程师好。总工程师？骆成渊愣神间，陆建峰对他一笑，然后向众人走了过去。同事们辛苦了。骆成渊人都傻了。你是余雅汽车的总工程师？不像吗？像。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。姐夫，看在咱们这层关系的份上，谁是你姐夫？刚才你不是不认吗？哪能啊，姐夫，我早就看出来您才华横溢，卓尔不群了。我爸和我爷爷反对你跟我姐婚事的时候，我可是大声斥责他们的。行了，说这些话轰轰3岁小孩就够了，还想哄我？姐夫，回去吧。骆氏科技与余雅汽车的合作暂停，什么时候新余回归骆氏，什么时候重新合作？啊！你混蛋！你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余雅汽车的总工程师，而且你怕不是忘了，骆氏科技现在的 AI 技术专利全在我这，只要我想可以随时收回。届时，骆氏科技就只是个空壳而已。骆成渊在原地咬牙切齿。骆成渊灰头土脸的回家，见骆成峰和骆国忠正在下棋，不敢吱声打断。爸，你在作弊！你这个车怎么越过我的足就把马吃了？我这是无人驾驶高科技的车，越个小卒子有什么稀奇的？不玩了，你老这么作弊，认得了你？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别说深度合作了，人家还要跟我们断绝合作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真是干啥不行？以后我怎么放心把骆家交给你？好了，多大点事儿？原本也只是打算让程渊摸一摸余雅汽车的技术而已，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我们的车绝对比他们强。那倒是。那余雅汽车是妈和姐的公司，这事儿你们怎么看？哪的？你妈只是个家庭妇女，懂什么商业？还有你姐，她的心思都在骆氏科技，哪来的时间打造出不亚于骆氏汽车的企业？想什么呢？2个女人而已，翻不了天。你滚吧，我还要跟你爸继续下棋呢。那你可不能再玩了。新车发布会现场，陆建峰和赵国华进场。迟到了20多年，终于到你扬名立万的这天了。老师，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。不说这些，结果是好的就行。两人正说着话，骆成峰、骆国忠带着骆成渊、骆新宇闪亮登场。骆家人的出现立马吸引了宴会厅里所有人的注意。再次见到骆新宇，陆建峰立马就想过去，被赵国华拉住。我知道你们小别胜新婚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骆成渊发现陆建峰大摇大摆的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大工程师吗？你也来了。你们好。我们是挺好，不过某人马上就不好了。
话落，大门轰然推开，一群人簇拥之下，王志坤和山本广志进场，并朝他们走了过来。王志坤，他也来了，给东岛人当狗，无耻之尤！老废物，好久不见了，我们可没什么交情。当然，你也不配跟我有交情。你来的正好，正好看着我成功，看着我迎娶洛心瑜。当初我受的屈辱，今天我会一样一样拿回来。正好在此，我宣布一下，今天新车发布会结束后，洛家将会跟王家联姻。我不同意。陆剑锋话音刚落，洛成风几人全都笑了起来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你现在是余雅汽车的总工程师，但不要太自以为是。第一层蝼蚁还想翻天？别说你只是一个给人打工的，就算余雅汽车的创始人到我们面前，也得伏低做小。在我洛氏汽车面前，余雅汽车算个什么东西？小渊说的不错。洛成渊深受鼓舞，眉开眼笑。老东西，之前你不是挺狂的吗？还威胁我离开洛氏。待会儿等你们老板来了，我倒要问问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们真觉得自己赢定了吗？废话，你不会还抱有幻想吧？知道我姐夫旁边的人是谁吗？老东西，本总裁今天心情好，让你长长见识。这位山本广志先生就是丰泉汽车的总工程师，知道怕了吧？丰泉汽车可是全球销量霸主，洛氏的车厂早就得到了丰泉汽车的技术扶持，新款车就是全球最先进的。老东西，我建议你还是趁早放弃，退出发布会，免得丢人现眼。没错，不管你们余雅汽车有多好，都不可能有洛氏的好，注定成为陪衬。赶紧回去劝劝你们老板，别掺和了。话落，沈雅丽霸气登场。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赢定了？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赢定了？就凭得到了东岛人的技术支持，东岛人的技术就一定比大夏的好吗？鼠目寸光的家伙，你们终究会后悔的。闭嘴，沈雅丽，谁允许在爸面前这么说话？你一个老娘们儿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该闭嘴的人是你。沈雅丽把洛心瑜交给陆剑锋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我已经同意你姐嫁给陆剑锋了，你该为你姐姐高兴。疯了，疯了！姐疯了，你也疯了，这种人也配跟我洛家结亲？赶紧把我姐拉回来！沈雅丽毫不客气的一巴掌甩过去。妈，看来是我把你惯坏了，让你敢无视我。洛成渊怂怂的回去，抬头求助洛国忠。好你个沈雅丽，反了天了是吧？是，不仅如此，既然你们洛家这么看不起我，那就离婚呗。洛成风、洛国忠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反了，看你娶的好媳妇儿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东西拿走，等回去再收拾你。你不是早就想扶正小三吗？现在是很好的机会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好，你会后悔的。等你后悔想回去，正妻的位置就不属于我。我还真是在乎赵家正妻的位置哦。洛国忠被气得炸毛。好，沈雅丽，你有本事。比起你洛国忠还是差得远。来参加个发布会，都带着你的三妻四妾。沈雅丽目光环视宴会厅，几个打扮性感的美女脸色一变。洛国忠冷笑一声，干脆不装了。你们都过来吧。几个美女神色一喜，纷纷跑到洛国忠身边。爸妈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居然背叛了他，他对你还不够好吗？男人嘛，三妻四妾很正常，况且这是你妈自己选的，怪不得别人。我爸说的没错，他以后就是全球首富，多几个女人不是应该的吗？全球首富，你确定？妈，我是认真的，要不然你给我爸求个情，别管他这些事儿了，只要您肯回头，我相信我爸还是会让您当正妻的，那可是全球首富的夫人啊！全球首富的夫人，我还真不稀罕。妈，你岳母大人能做全球首富，何必做全球首富的夫人呢？全球首富，笑话！就她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，开什么玩笑？您还真不了解自己的老婆，她就是余雅汽车的创始人，她凭什么不能当全球首富？沈雅丽霸气飒爽，全场哗然。洛国忠立刻驱散几个美女。真是余雅汽车创始人？原来那天老东西真没吹牛，余雅汽车真是妈和姐的名字。好老婆，这件事你怎么不早说？余雅汽车要是并入洛氏，那咱们稳稳的就是世界第一啊！你还真不要脸！余雅汽车凭什么并入洛氏？就凭她是我老婆。洛先生，你别忘了，我们刚刚才离婚。国忠，回来吧，人家不想回头，你拉也没用。可是，区区一个余雅汽车而已，
注定要被我骆氏踩在脚下。一个女人加上一个没用的底层老废物，能搞出什么动静？有我王家和丰泉汽车支持，骆氏汽车只会在全球市场一骑绝尘。对，刚才差点被那老娘们唬住了。我们可是有丰泉汽车的技术扶持啊！你们就这么信赖东岛技术？外国的月亮圆，看看你这无能狂怒的样子，真是可怜啊！外国的月亮就是圆，怎么了？东岛人的技术全球首屈一指，就大夏这些杂毛怎么比？王志坤，你这个崇洋媚外的蠢货，谁允许你这么看清大夏的？我就是看清，怎么了？大夏技术就是垃圾，再给100年都跟不上东岛。王商很会说话，很会说实话。多谢山本先生夸奖。好一条东岛人养的狗！你们这么有信心，敢赌一场吗？骆家几人和王志坤等人狂笑，这老东西居然敢挑战我们！你怎么敢的？谁不知道东岛汽车技术全球领先？你不会以为就凭你那几个 AI 专利就能赢吧？骆国忠、骆成风冷笑连连，不断摇头。幸亏我妈今天非要离婚，跟那老东西没了关系，要不然，说不定我们骆氏都要被连累。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，怎么不敢赌呢？瞎说！谁说我们不敢的？爷爷，就跟他赌。赌可以，你想怎么赌？很简单，比输赢。我赢了，以后你们都不能插手我和新宇的感情。如果我输了，随你们怎么处置。你这么急着找死，那就成全你。现场围观的人纷纷啧舌。这人得了失心疯吧？怎么可能打赢东岛国的技术？虽然不想承认，但东岛在这方面确实有技术优势。何况我们大夏还被西域诸国联合封锁了科技，怎么比啊？现场的议论让骆家几人越发得意。请大家给大夏一点信心，我们不会输的。没错，我们大夏站起来了，大夏的一切都不会输给外国。我以大夏院士之名发誓，大夏不惧任何诋毁、轻视，甚至是封锁。悠数千年，大夏从不弱于人。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，其他人纷纷为大夏加油。王志坤等人不屑一顾，爱国情怀，无非就是自我安慰罢了。与此同时，现场大屏幕上投射出2辆车在路上行驶的画面。大屏幕上，2辆车追着起跑，骆氏集团的车很快就跑到了前面。好吧，从一开始就不该抱有希望的。东岛技术太强了，我们比不了。他们毕竟比我们先发展那么多年，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。骆新宇、沈雅丽、赵国华紧张地攥着拳头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大屏幕。这才刚开始，我们还没输，从起步就输了，结果已经注定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非要盖棺定论才肯承认失败吗？王志坤，你别得意，很快我们就会反超的。话落，大屏幕上骆氏汽车再次提速，已经远远地拉开了一段距离。这就是你说的很快反超？就你们那龟速，我们就算半道上停下来打个盹儿，你们都追不上。姐，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？无论性能还是科技，骆氏汽车全都领先，你们拿什么比？我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准备好嫁给我吧。结果已经改变不了了，急什么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哈哈哈哈！装什么逼呢？你以为你能赢吗？你拿什么赢？你要是能赢，老子倒立直。还没说完，大屏幕上的骆氏汽车突然爆缸，滚滚浓烟升起，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而大屏幕上雨雅汽车则是突然提速，从骆氏汽车旁直穿过去。前方汽车已经于预测爆缸点发生爆缸，速度解锁，安全通过。大屏幕上雨雅汽车轰然提速，现场瞬间响起激烈的欢呼声。我的妈呀！我以为雨雅汽车动力不行，原来是压制着速度啊！那个 AI 简直神了，居然提前预测到了会有爆缸，甚至连爆缸点都算好了。天啊，我大夏终于一雪前耻，扬眉吐气了！欢呼声中，雨雅汽车抵达终点，获得胜利，赢了！我们真的赢了！老师，您在天上看到了吗？我们大夏终于证明不输给任何人，而做到这一切的是您的徒孙，您可以安息了。按照约定，你们不能再阻止新余的婚事。骆家祖孙目光呆滞，显然还没从输掉的震惊中清醒过来。作弊！你们一定是作弊！我不服！放你娘的狗屁！这是全球直播，脑子不健全的人才敢作弊，丢人丢到国外去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提前预知到前方汽车爆缸，还能精准到出事地点，这种技术根本不存在，一定是你们提前埋好了陷阱。是了，一定是这样。你们大夏人可真无稽！我要去汽车协会举报，永久封锁大夏技术。封，全他妈封！陆剑锋强忍一口气，信步到两人面前。我封你们个大头蒜！老师确实挺爽的。陆剑锋，你连山本先生都敢打？打的就是他。怎么了？你主子还没发话，你这个当狗的反而先冒出来了。剑锋，别怕，有什么事儿，老头子我顶着。走。
婆子，你够了！王志坤刚想冒出头，就被山本广志拉了回去。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算出来的。算命？不可能，一辆车还成精了，算命？其实这么说也没什么问题。我们的 AI 大模型根据所有特性，能精准计算出汽车行驶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。其实，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了。大屏幕中，3D 形象再次出现，一起出现的还有洛氏汽车。根据洛氏汽车的极限速度、今天的天气情况、路面情况等等，计算出它极限安全速度是220。但你们为了赢，预设极限速度240，就是这20码的差距，爆缸是注定的，剩下的就很好算了。输了，没想到我堂堂东道，居然输给了小小的大夏。你好像说错了吧？我大夏之大远超你们的小岛。陆商，能不能把你们的技术卖给我们？无论多少钱，扔回你的小岛去吧。你们的小岛打个圈就是来回了，用不着这么好的技术。现场爆发兴奋的欢笑。山本广志捏了把汗，摇摇头，转身离去。山本先生，你别走啊！就是这个狗东西，里通外敌，想封锁我们大夏技术，绝不能饶过他。干！这个死贱人，打死他！愤怒的人群一拥而上，很快把王志坤围住。广志，救我！声音被人群淹没。当人群分开，王志坤被打得没了人样。大门外，一群巡检司走了过来。你好，我们是巡检司专员。王志坤因为涉嫌盗窃国家机密被依法逮捕，请问你们知道他在哪吗？那呢？是他。不好意思，大家都讨厌这种内奸，所以动手重了点。虽然不合法，但是挺爽的。带走。王志坤被拖走。此时，大屏幕上显示洛氏集团股价不断下滑，洛氏祖孙3人纷纷跪倒在地，没了之前的高傲。好姐夫，帮帮我们洛氏吧。抱歉，我没那么大的本事。对了，我要履行赌约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后我们家你当家，我全听你的，咱们复婚吧。滚啊！婚礼现场，陆剑锋穿着中式新郎装，骆心瑜穿着中式新娘装。我宣布，陆剑锋和骆心瑜正式成为夫妻。两人相拥在一起。